僵尸便利店3，距离出粮还有3天，阿跳已经穷到一个新的层次。他的荷包里现在得回一样东西，一张阴司纸，但是半张，上次买箱找回来的，上面的阎罗王的半块脸。他的员工膳食，也就是每天带上班的饭盒，配置已经从3炷香加1个苹果，降到2炷香加1个苹果，再降到1炷香加1个苹果，再到今天1个完整的苹果。阿跳在深水埗街边生果档买的，2美元1个，他用最后的2美元买了。档主是一个阿伯，收钱时眼神闪烁，不敢直视阿跳。年轻人，这个苹果你最好不要吃。我不吃的，我用来闻的而已。阿伯呆了一呆。你闻苹果干嘛？我是僵尸来的，我不吃东西，只闻香和闻水果味。阿跳很开心地捧着1个苹果回到他的家，里面摆着一副棺材，棺材里铺着一张驱邪专用的床单，是九叔送的。棺材旁边摆着一台古老的收音机，是阿跳从垃圾站拿回来的，但已经坏了，他用来做装饰。他打开饭盒，小心翼翼地将苹果放在3炷香旁边，3炷香已经短得快要烧到手指，他要用2只手指夹住来烧，而他对手又直，姿势像一个在举火炬的自由神像。好香呀！阿跳闻着苹果的香味，脸上红补补，表情幸福得像一个吃大餐的皇帝。他不知道苹果里面住着一位住客，一条虫，一条很小很胖很开心的虫。他在苹果里面转了一个笼，住得很安乐，吃得很饱，还想着在里面结婚生子，组织一个家庭。现在他的家被人摆在了一个饭盒里，旁边插着3炷香，旁边还有一只僵尸在闻着他的房子。阿跳闻得太投入，脸就来贴到苹果上，他的鼻尖碰到苹果皮，感觉到有东西遇了一下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一条白色的虫子从苹果里捐了半个身子出来，胖乎乎的，还对着他摇了摇头，好像在和他打招呼。阿跳和条虫对望了5秒。你好，阿跳说道。条虫缩了进去。阿跳想了一会儿，然后很认真地跟条虫说，你住在我的苹果里，你要付租金哦。条虫没有理他。阿跳在想，不如你帮我做事吧，我们可以一起上班。条虫依旧没有理会他。阿跳想了一晚上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，这条虫是他的室友。他很开心地跟条虫说，我帮你改名字吧，你叫阿肥。阿肥依然没理他，但阿跳已经当他是朋友。第2天上班，阿跳带着饭盒，里面有3炷香，1个有虫子的苹果和一条叫阿肥的虫子。他一跳一跳地进店里，九叔在收银台后面喝着鸳鸯。今天是他的第10杯，他的眼神已经有些空洞，像一个看透红尘的高僧。九叔，我来。阿跳把饭盒放在收银台上，打开盖子，你看我今天的晚餐。九叔看进去，看见一个烂苹果，上面有一个笼，笼里有条肥虫捐了半个身子出来，像一个在窗口探头的住客。你的苹果啊！九叔面无表情地说道。我知道。阿跳很兴奋。他叫阿肥，他是我的室友。九叔沉默了很久。你跟条虫做室友？是的，他住在苹果里，我住在棺材里，我们很融洽的。你什么时候出粮？九叔问。后日呀。你出粮后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买新电话。阿跳双眼发光。iPhone 88名副版，8888美元，我储了好久了，我还差。他掏出荷包，倒掉了半张阴司纸，1粒纽扣，1条橡筋和1粒石子。我还差8887.5美元。阿跳小声说。九叔深呼吸。你现在只有0.5美元。是的，但后天出粮就有4000美元了，我再做多1个月就能买到。九叔看着阿跳，他的脸红补补，额头张福年的4正，双眼充满希望，双手伸直，站在收银台前面，整个模样诚恳的让人心疼。你出粮之前这2天吃什么？我闻个苹果咯。阿跳指着饭盒。阿肥闻完到我闻，我们轮流。九叔叹了口气，走到冰箱，取出一个饭盒，是他自己的晚餐，糯米鸡饭，你吃吧。九叔，我不吃东西的。那你闻吧。阿跳用伸直的手夹住饭盒，放在鼻子前面，深深地闻了一下。花
糯米鸡，好香呀，九叔。九叔看着他的样子，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养一只宠物。你闻完记得必烦我。知道。阿跳闻了几下，依依不舍地把饭盒给还九叔。九叔打开饭盒，看到糯米鸡上有几滴液体。阿跳，你干嘛流口水？我不知道啊，九叔，我闻得很香，它就自己流出来了。九叔看着自己的糯米鸡上的僵尸口水，沉默了10秒，然后他拿起筷子，夹起旧糯米鸡，咬了一口。九叔，你还吃？我不想浪费食物。但上面有我的。你收声。阿跳乖乖收声，站在一旁看着九叔吃饭。我觉得九叔你真是一个好人。我不是好人，我只是一个不想浪费食物的人。但你收留了我，又教我做事，又给饭我闻，又给汽水我闻。你够了，再说我就哭了。九叔面无表情地说道，但他的脸有点红。九叔你也面红，你跟我一样。阿跳看到九叔面红，很开心地说，我是热，不是面红，你别乱说。九叔低头扒饭，不再出声。阿跳站在他旁边，双手伸直，面红补补。饭盒里的阿肥在苹果里探头探脑，整个画面温馨到有点离谱。出粮前2天，阿跳的饭盒里已经没了香，只剩一个苹果和阿肥。他闻苹果的时候，阿肥会探头出来，2条东西对望，像一个闻香者和一个被闻者之间的微妙关系。阿肥，你说我买到电话后，第一件事做什么好呢？阿跳问。阿肥在苹果里圈了一个圈，表示我怎么知道了？我想打给我妈。阿跳小声说，她投胎很久了，但我想告诉她，我过得多好。阿肥停了下来，好像在听他说话。我妈是一个很温柔的僵尸，她的脸比我的更红。她常跟我说，阿跳，做人要有希望，就算你不是人，也要有希望。阿肥在苹果里圈了一个小圈，好像点头。后天我就出粮了。阿跳说，再储多1个月就可以买电话了。他闻了一下各苹果，脸上红补补，眼里有光。阿肥从苹果里探头出来，看着他，好像想说，你一定买得到了。阿跳笑着点点头，谢谢你，阿肥。九叔在收银台后面看着这一幕，默默在张 memo 纸上写下一句话，明天提早出粮给阿跳。出粮前1天，阿跳上班时发现九叔不在店里，收银台上摆着一个信封，上面写着阿跳收。他用伸直的手夹起一个信封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叠银纸，还有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，阿跳，我私人借你4000，你清楚，出粮就去买你的电话吧，之后要还的，九叔。 PS 你饭盒里的苹果我帮你掉了，条虫我放在后巷科盆栽里，他现在住在你里，很开心的在捐献，你可以去探他。PS 买完电话回来让我看看，我想知道冥府版跟人间版有什么差别。PS 你不准再闻我的糯米鸡。阿跳看着张纸条，对手震了一下，他的对手很少震，因为太硬，震起来整个人跟住震，像一台坏了的洗衣机。他捧着信封站在收银台前，整个人僵了。他本来就僵，但这次僵得特别久。然后他小声说道，谢谢九叔。虽然九叔不在，